末世降临的瞬间，全球通讯塔同时播放了一段高频尖叫。听到那段声音的人，皮肤和肌肉开始剥落，化作白色的深海。我因为耳膜先天穿孔，反而活了下来，绑定了这间10平米的静默室。墙壁是铅灰色的，地板铺着吸音棉，连我的呼吸都被吞没。规则很简单，日落之后会有传声者敲门，他们带来声音样本，可能是求救，可能是歌谣。如果我收录的是人类之声，获得10赫兹点；如果收录的是噪点伪装的人声，我会被频率同化，变成走廊里游荡的白色深海。第一晚只有1次开门机会，门开超过3秒，防御立场就会失效。里面有人吗？我能听到你的心跳，求你开门，外面有东西在追我。我贴在猫眼上，穿着染血的校服，看起来正常，胸口在起伏，但我注意到，他说话时门缝下的阴影没有抖动，声音和震动不匹配，这是第一个破绽。人类的声带震动会带动胸腔，进而影响地面的尘埃。唱首歌，唱生日歌，小声唱。他愣住，然后开口，音准完美的可怕，每个音符之间没有呼吸间隙，像机器合成。更致命的是，当唱到祝你生日快乐时，他的嘴角没有水汽凝结。人类呼气会有白雾，而室温只有10度。我抵住门，后背全是冷汗，呵斥他离开。他停止歌唱，沉默3秒，然后开始用指甲刮门，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，频率恰好是4000赫兹。发现你了，调音师，你闻起来像静音的瑕疵品。刮门声持续10分钟，像电钻在颅骨上打孔，突然停止，系统提示弹了出来。第一页结算，收录样本0，获得赫兹点0，警告您拒绝了人类，惩罚门体耐久度下降时。我愣住了，那个影子没抖动，是因为他站在隔音垫上吗？那是老练传声者的标志。我误杀了求救者，不对，如果他是人类，为什么知道调音师这个称谓？这是系统对房主的隐藏称谓。我打开系统商店，10赫兹点才能买基础隔音棉，20点买声波干扰器。我账户是0。窗外白色的深海在月光下聚集，他们的身体随着某种低频震动，像麦浪一样起伏，发出沙沙声，像无数人在同时耳语。凌晨3点，第2道敲门声响起。小伙子，我带了吃的，让我进去躲躲。我有心脏病，受不了外面的共振。我透过门镜观察，老人手里提着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录音带。在这个数字时代，谁还用磁带？把东西放门口，退后3步。老人照做了，动作缓慢。我开刀缝，用衣架和橡皮筋做的自制机械臂去勾录音带，触碰的瞬间，录音带自动播放。滋滋滋，就滋滋，东2区全灭。滋滋是求救信号，但被噪音覆盖了。这是纯净人声的载体，只有特定频率能激活。我猛地拉开门，老人却消失了。地上只有那盘磁带和一行用血写的字：别相信穿白大褂的。系统提示：收录受损样本，获得5赫兹点。新功能解锁：频谱分析初级。磁带里的声音经过修复，是一段坐标，指向这栋公寓的地下2层。那里据说有原始频率，能修复所有深海，也能让我耳膜穿孔的能力进化成武器，但我没资格探索。静默式规则：房主等级低于3级，白天出门超过10分钟会触发声爆，耳膜承受不了外界的分贝，会瞬间出血。这是变成聋子，然后被深海定位。我需要升级。第2晚，规则变了，系统说今夜将有3位传声者。辨别方式：要求对方低声细语。噪点在高频压抑环境下会出现共振波纹，像水面的涟漪。第一个访客是中年男人，自称电工，手里提着工具箱。我让他小声说话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看到空气在他嘴边扭曲，那是可见的声波，呈锯齿状，像坏掉的示波器图像。你是噪点。我举起用微波炉磁控管改装的声波干扰器，能发射245级赫兹的定向微波。3秒钟，离开我的门，否则我让你短路。男人露出笑容，整张脸突然像陶瓷一样裂开，露出里面旋转的音叉结构，发出刺耳的蜂鸣。我按下开关，高频电磁波让它僵直，身体表面出现胶痕，然后它狠狠地砸向地面，化作一滩银色的液态金属，渗入地板缝隙。系统提示：清除低级噪点，获得15赫兹点。警告：该噪点为侦查型，你已被标记。第4个访客是个孩子，背着书包一直在哭，肩膀抖动。我让小声说话，空气没有扭曲，但他的眼泪落地的声音太响了，像金属球砸在地板上，叮叮当当。哥哥，我能进去吗？外面好吵，他们在唱歌，我头疼。我犹豫了，如果他是人类，在这末世拒绝他就等于杀人，但如果他是噪点，背一遍乘法口诀，
从7开始背，小声。7749，7856，他流畅地背下去，但在7963时79滋63，有电子杂音，而且他背口诀时右手在机械地敲大腿，节奏是完美的，60 BPM， 像节拍器。我举起干扰器，却下不了手。你为什么不动手？你在等这个吗？他撕开胸腔，里面是一团跳动的音波，形状像心脏，发出温暖的黄光。我在找能听见真心跳的人，你通过了，调音师，这是奖励，也是诅咒。他把那团音波扔给我，然后化作白光消散。系统警报，收录核心频率，获得100赫兹点。警告，您被标记为共鸣者。新能力解锁，基因感知，可听到100米内人类心跳。共鸣者是什么意思？系统没有解释，但我的耳朵突然涌入无数声音。楼上有人在求饶，楼下有情侣在争吵，走廊有生孩在磨牙。信息过载让我跪地呕吐，我没时间适应。第3个访客来了，他没有敲门，直接在我的脑子里说话。开门，审计，我知道你妈妈叫林芳，她死于第1场生肖。不是骨传导，他在用特定频率震动我的颅骨，直接刺激听觉神经。我是上一个房主，我开了门，但我变成了门的一部分。听着，别升级静默室到3级，那是陷阱。3级以上的房间会把你做成……信号中断，门外传来一声惨叫，然后是重物拖拽的声音，像麻袋在地面摩擦。我透过门镜看到走廊的生孩们正在撕咬一个无形的东西，空气中爆出血花和音爆，但看不到人形。那个上一个房主死了，或者说被格式化了。我花50赫兹点升级了，门从木质变成铅夹层，现在账户剩55点。我需要攒钱买频谱眼镜，能看到声波的具象化形态，辨别伪装。但今晚我睡不着，我听到无数个自己在不同时空的低语，其中有一个说：“快逃，明天指挥家要来了，他会带来大合奏。”指挥家是什么？系统没有解释，网上也没有记录。第2天的每日播报没有弹窗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钢琴曲，是肖邦的葬礼进行曲。听完之后，我发现自己能看见声音了。空气中飘动的声波像彩色丝带，红色的危险，蓝色的安全，金色的未知。这是被动技能，没有消耗赫兹点，但会让我头疼。我利用这个能力，在楼道里找到了隐藏的补给箱，被声波伪装成墙壁，里面有一把消音手枪，子弹是橡胶的，专门用来击晕噪点而不产生新噪音。还找到了一张纸条 ，B2 的原始频率是谎言，是诱饵，真正的出口在楼顶的天线阵列，但那里有钟章在演奏，听到的人会自愿跳下去。回到静默室，我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人，不是个穿白大褂的女人，她正用我的电脑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门没锁，或者说我不需要门。我是声纳医生，白医生，我来教你真正的规则。静默室不是保护你的，是培养皿，它在录下你的声音，制作你的声魁，一个完美的替身，用来取代你成为房主，而你变成声孩。它调出一组波形，和我的声纹一模一样，连呼吸节奏都一致。当这个波形完善到99%，你就会被取代。想活命，就学会破坏自己的声音。破坏自己的声音。我看着屏幕上那条完美的蓝色波形，就是永远别发出完整的语句，断断续续、跑调、破音，加入无意义的喘息和咳嗽，让系统无法录制你的完整声纹，无法合成声魁。我已经破坏了90%，所以他们派我来当说客，劝你放弃抵抗，乖乖被收录。你是噪点还是人类？我是叛徒，也是实验体。今晚指挥家会来检查，他喜欢完美的和声，厌恶任何不和谐的颤音。如果你房间里有多余1个人的心跳，他会满意离开；如果只有你1个人，你会被谱写成死寂，变成无声的雕像。和之前的陷阱不同，这次是真实的警告。白医生化作一滩水银般的液体从门缝流走了，留下一行字：别开门，除非你有双重心跳。我面临选择，今晚必须再找一个人类住客。但第3晚的访客往往最危险，且门开1次后，防御立场需要10分钟充能。或者我可以用那盘磁带伪造心跳，磁带里有女孩的声音。不，指挥家能听出真假，他是频率的大师。傍晚，我决定主动出击，打开门，走进走廊。生孩们没有攻击我，因为我手里拿着那团核心频率。
像拿着护身符，它发出温暖的光芒，让白色的怪物们退缩。我要去其他房间抢一个人类回来，或者找一个愿意合作的深海。不，那太疯狂了。走廊变成了迷宫，每个房门看起来都一样，而且位置在缓慢移动，像活物的肠道。我依靠声纳视觉，寻找人类的心跳。人类的心跳是规律的，60到100赫兹，呈红色波形。深海是混乱的白噪音，像雪花屏。噪点是规则的锯齿波。我找到了一个房间，门缝下透出红光，心跳声很重。我是人类，开门，我也是房主。滚开！我这里有武器，再靠近我，轰死你！听着，今晚指挥家会来，单人房间必死，他会把孤独的人谱写成死寂。跟我走，我有千门，有双人心跳。你怎么证明你不是生奎？生奎不会说话卡壳，不会犹豫。我是共鸣者，我说话这样。证明给我看。外面有3个深海，让他们停下，不，让他们跳舞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发出一声长啸。3个深海像被按了暂停键，然后像提线木偶一样，开始机械的摇摆，关节反向弯曲。操，真的是调音师，传说中能控制深海的人。我叫阿造，我跟你走，但我要是发现你骗我，我会用音响炮震碎你的脑浆。带阿造回静默室的路上，我们遭遇了混声区2种频率碰撞产生的漩涡，像声音的龙卷风，空气像玻璃一样碎裂，碎片是尖锐的高音，割破了我的脸颊。好，阿造推开我，自己被一片碎片划伤了胳膊，血不是红色的，是黑色的，像墨水，而且落地无声，被地面吸收了。你被感染了？不是感染，我是半生体，我妈是人类，我爸是早期的深海，在声效中保留了意识的特殊个体，我能听见他们的语言，所以他们不把我当自己人，人类也不把我当人，我是杂种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能改造音响炮，理解频率，它是混血桥梁。回到静默室，我迅速关门，千门发出沉重的闷响。阿造的心跳很奇怪，有2个节奏，像双引擎，主心跳80，副心跳120。听着，今晚无论听到什么，别出声，别唱歌，甚至别深呼吸。你的双心跳是我们的护身符，但你的声音可能暴露混血身份。指挥家讨厌混血，认为那是走调的音符。别说话，他来了。听，地板在震动，不是脚步声，是指挥棒敲击地面的节奏。4/4拍，强弱次强弱，咚哒咚哒，每一下都踩在我的心跳上，试图同步我的脉搏。指挥家站在门外，他没有脸，头部是一个巨大的留声机喇叭，黄铜色，布满铜绿，身体由无数小提琴弦编织而成，像穿着盔甲。他不需要开门，他在演奏。音乐穿透千门，是莫扎特的安魂曲，但速度被放慢了10倍，变得诡异而沉重。听到的人会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，想要打开门拥抱他。我看到阿造的眼神开始涣散，他拿起了桌上的手术刀，走向门口。我捂住他的耳朵，同时用消音手枪对着门连开3枪。橡胶子弹打不穿门，但产生的震动干扰了音乐的节奏，产生了节拍错位。指挥家停止演奏，喇叭转向门禁，里面传出合成音，像管风琴的低鸣。房间里有不和谐音，是瑕疵品，是走调的半音。他发现了阿造的混血身份。出来，或者我谱写出能让这栋楼坍塌的副歌曲。3分钟后，这里将变成阴坑。我看了看阿造，又看了看那团核心频率。我有个疯狂的想法，如果我把核心频率扔出去，指挥家去追，我们就能……不，那是唯一的筹码，是钥匙。我打开系统，花光所有赫兹点，买了一个从未尝试的道具。静默炸弹能让10米内所有声音消失，包括心跳和呼吸，持续10秒。阿造，准备好跑去楼梯间。我拉开门缝，扔出炸弹，无声的爆炸，世界变成哑剧，绝对的0分贝。指挥家的喇叭疯狂转动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像被掐住脖子的鸡。我拽着阿造冲进走廊，反向逃跑。我们去 B2 找那个谎言的原始频率，那里可能有对抗它的武器。静默炸弹的效果只有10秒。但足够我们冲进电梯。阿造按了 B2 按钮，却是血红色的，而且电梯开始下降时，显示楼层数字在错乱。等等 ，B2 不是原始频率所在地吗？为什么会有负数和无理数楼层？是陷阱，也是唯一的路。白医生告诉我的，原始频率不是声音，是无，绝对的静默，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真空。只有在那里，我们才能重新编程深海的源头，关掉这场末世的背景音乐。电梯下降，失重感让我想吐。门开，是一片漆黑，不是黑暗，是声音的真空，连寂静都不存在，
是一种听觉的盲区。我在这里成了瞎子，因为声呐视觉依赖声波反射。这边我能看见，这里的安静是有形状的，像几何体。跟着我的声音走。他拉着我在虚空中前行，像走在棉花上。突然，前方出现光是一面巨大的鼓，直径10米，鼓皮上睡着一个人，是白医生。他的白大褂一尘不染。你们来了，沈记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能绑定静默室吗？因为你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频率是0赫兹，你是天生的静音者，也是唯一能敲响钟鼓的人。钟鼓一响，要么停止默示，要么加速毁灭。钟鼓敲响它，我会怎样？你会成为新的调音师，掌控所有频率的神，或者你会被频率分解，变成一段背景噪音，永远循环播放。默示不是意外，是调音。有人在宇宙尺度上弹奏，把地球当作乐器。人类是跑调的音符，声还是修正程序，要删除我们。你需要敲响这面鼓，发出反向波，停止演奏，但代价是……他没说下去，地面开始震动，指挥家的副歌曲从上而下渗透，像水银泻地。我们没时间了，带白医生走，或者他的机械核心，那里面有停止频率的代码。如果我不成功，你们用代码关闭系统。那你呢？我敲鼓，拿起鼓槌，触感像握着闪电，像握着活物的神经。我砸向鼓面，没有声音，但整个世界在颤抖。鼓皮上泛起涟漪，那是可视化的静默，像黑色的水波扩散开去，所过之处，声还在消融。他们白色的身体化作音符飘散。指挥家的喇叭头部出现裂痕，他发出愤怒的咆哮，却没有声波传出。这里是无声曲，是他的禁区，但我也在消散。从手指开始，变成金色的粉尘，像被橡皮擦去的铅笔痕迹。阿造冲过来想拉住我，代码，拿代码跑。阿造咬牙，拆下白医生胸口的芯片，那是一个发光的立方体，然后转身逃跑。我看着他消失在电梯方向，然后继续敲鼓。第2下，第3下，每一下我都在失去记忆。第1下忘记了童年，第2下忘记了母亲的脸，第3下我忘记了为什么要敲鼓。第4下，指挥家扑向我，他的弦缠住我的脖子，勒出血痕，但鼓声已经发出。他的身体开始解体，像被删除的数据。第5下，我闭上眼睛，这就是结束吗？醒醒，频率错了，你在敲死亡之鼓，不是生命之歌。我睁开眼，不在 B2，也不在静默室，我在一个纯白空间面前，站着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，但他穿着指挥家的弦衣，脸部是光滑的镜子。我是你的声轨，或者说你是我的杂音。你敲鼓的时候，我完成了复制。现在外面的阿造带着的芯片，其实是我植入的病毒。你在这里永远敲鼓，直到真正的静默，而我将取代你成为房主，成为英雄。我试图动，但身体被鼓槌钉在原地，像耶稣在十字架上。你不明白吗？默示是筛选，选出能成为乐器的人。你通过了，所以你要一直演奏，维持世界的美，成为涌动的电池。而那些杂音，他挥手展现地球的景象。阿造被深海包围，即将被撕碎，会被删除。不，在这里，你只能演奏我允许的旋律。C 大调，完美和谐，没有半音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明白了。我停止挣扎，开始按照他的节奏敲鼓。我在每个节拍里加入了一个微小的颤音，那是阿造教我的。混血的不完美频率，像爵士乐的即兴。你在干什么？停止，这不和谐。你不是完美的。鼓点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噪音，摩擦声、咳嗽声、心跳的杂音。完美是死寂，而你害怕杂音，说明你也是杂音，是错误，是 bug。鼓面开始龟裂，纯白空间出现黑色的裂缝，那是噪音的颜色。不可能，这里是无音区，是完美的领域。对我来说，静默就是最大的声音，0赫兹也是频率。我用力砸下最后一锤，鼓槌断裂，冲击波把我弹回现实。我躺在 B2的地板上，浑身是血，但还活着，手指还在。你消失了10分钟，我以为你死了。你的身体变得透明，然后又石化了。芯片，我毁了它。白医生体内的不是代码，是病毒，是声魁用来控制你的后门。但白医生临死前给了我这个，是真的核心频率碎片。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出口，但所有路都被深海堵住了。他们没有攻击，而是在合唱。他们在保护什么？不是保护，是祭祀，是献祭。有人在楼顶启动最终演奏，要把整座城市谱写成乐章，献祭给更高的存在。在顶楼的应该是另一个指挥家。
或者更糟的东西，是末世的作曲者。阿造，你的音响炮还能用吗？能，但只剩1炮，能量核心快耗尽。够了，我们需要制造一个不和谐音撕开合唱的屏障，一个让生孩们无法忍受的噪音。对人类是折磨，对生孩是剧毒。阿造点头，调整炮口到最大散射模式。我则开始唱歌，用最沙哑、最跑调的声音唱小星星。走音走到西伯利亚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讨厌的旋律。对人类是折磨，对生孩是剧毒。阿造随后开炮，生孩们的合唱出现破音，屏障裂开一道口子，像被撕开的布。我们挤过缝隙，生孩的爪子抓伤了我的背，留下灼烧的痕迹。我们冲上楼梯，奔向天台，门被锁死了，铁门上面刻着“只有静音者可入，深之囚徒永不得出”。我推门，手穿过了门，像穿过水幕。阿造撞上来，被弹了回去，额头出血。看来只有我能进，在这里等我。如果我10分钟后没出来，那我就用音响炮轰开门，哪怕把整栋楼震塌。我走进天台，风很大，但没有声音。这里已经是强声区，分贝高到超出了人类听力范围，反而显得死寂，像深海。天台上站着一个人，背对我，正在指挥一场看不见的交响乐，手里挥舞着发光的指挥棒。你来了，第1024号共鸣者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是总谱师，这场末日演奏的作曲者和指挥。为什么要毁灭世界，把人类变成深海？毁灭吗？我在拯救。宇宙的背景噪音太大了，热寂在临近，地球的声音太杂乱，像垃圾场。我要把你们谱写成一段完美的安魂曲，永远保存在宇宙的唱片里，成为永恒的艺术品。这是永生，是升华。那是死亡，是标本之作。你听过真正的音乐吗？有破音，有喘息，有咳嗽声，有观众咳嗽和鼓掌的那种。是生命，是混乱的美。噪音，那是不完美的垃圾。我冲向总谱师，手里握着从 B2带出的鼓槌碎片，像匕首。他挥动指挥棒，一道音波墙把我弹飞，像被卡车撞了。我撞在天线阵列上，鲜血染红了金属，肋骨可能断了。愚蠢，在这个频率，你动一下都会骨折，内脏出血。放弃吧，成为最后一个音符，休止符，这样不会太痛。我咳嗽着，血沫飞溅。但我注意到天线阵列在吸收我的血，指示灯在疯狂闪烁，像饥饿的野兽。它在充电。我的0赫兹血液是能源。我大喊，尽管声音传不出去，被强声区吞噬了。阿造现在轰门，制造裂缝。阿造在门外听到了，或者读到了我的唇语。音响炮的轰鸣撕开了强声区的屏障，像刀切开黄油，干扰粗俗的噪音。就是这一瞬间的分神。我把鼓槌碎片刺入天线基座，同时割破手掌，让血流入接口。鲜血金属鼓槌的静默频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向波，像正物质遇到反物质。总谱师发出尖叫，他的燕尾服开始燃烧，像被点燃的乐谱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创造新噪声，不可控的变量。我死死按住碎片，尽管手掌被灼烧的冒烟。我在调音，为你的葬礼奏响哀乐。天线阵列爆炸了，不是火，是光的喷泉，冲击波把我们俩都掀飞。我坠向天台边缘，抓住了栏杆，手指在金属上刮出血痕。总谱师坠向楼下，在半空中分解成无数音符，像黑色的血。强声区消失了，声音回来了，风声、阿造的呼喊，还有系统的提示音，但这次是温柔的。检测到终极频率冲突，启动紧急协议摇篮曲，所有深海进入休眠，静默式系统关闭，新世界加载中。结束了，我们赢了。不是新的开始。看天上，乌云散开，露出的不是太阳，而是一个巨大的扬声器。不，是一只眼睛，由无数扬声器组成的眼睛。瞳孔是旋转的黑胶唱片，它在缓缓转动，对准地球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真正的演奏者、观察者，或者说是观众。总谱师只是乐手，那是乐器本身，是舞台监督。他要把地球当成扬声器，向宇宙广播我们的末日交响曲，作为娱乐。扬声器之眼缓缓下降，遮天蔽日，投下的阴影笼罩了半个城市。它的表面有无数孔洞，每个孔洞都在吸收地面的声音，像吸管。城市变得死寂，连心跳声都被吸走。我们需要进入它内部，破坏它的核心，从内部爆破。我们进去，飞上去吗？我们被吸进去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。他想要完美的静默，
而我们手里有经营者的核心0赫兹的石头，它会像磁铁一样被吸上去。我把石头扔向空中，果然扬声器之眼分出一束光，笼罩了我们。吸力传来，像被龙卷风吸起，我们被卷入孔洞，天旋地转。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空墙，四壁是活的，像喉咙一样蠕动，分泌着粘液。中央悬浮着一个水晶麦克风，是收集声音的中枢，像心脏一样跳动，发出粉色的光。摧毁它，不污染它，让它无法再播放纯净的音乐。用不完美，用混乱玷污完美。阿造的声带在手中跳动，像一条粉红色的蛇，温暖而湿润。我走向水晶麦克风，但地面突然伸出弦，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的脚踝，锋利如刀，割破了皮肤。第1024号，你让我很头疼，像顽固的病毒。你毁了我的音乐会，打断了演奏，现在又要弄脏我的麦克风。你可知，这是全宇宙最完美的录音设备。我不只是弄脏，是让你学会听杂音，学会欣赏不完美的美。声带接触水晶的瞬间，没有爆炸，而是融合了，像水滴入海。水晶变成了粉红色，开始出现不规则的脉动，像心律失常的心脏，发出刺耳的跑调的声音。错误，错误，系统过载，逻辑炸弹。对，这就是生命，没有剧本，没有节拍，只有混乱和即兴。还有我，半生体的混沌，双倍的噪音。水晶裂开一道缝，像鸡蛋的裂缝，光从缝里射出，不是白色，是五彩斑斓的黑，所有颜色的噪音混合在一起。扬声器之眼外部开始轰鸣，它在呕吐，把之前吸收的深海都吐了出来。那些白色的怪物落在地面，不再攻击人类，而是茫然地站在原地，像刚出生的婴儿，发出咿呀学语的声音。我们成功了吗？突然，水晶麦克风里伸出一只手，一只完美的白皙的女人的手，抓住了我的喉咙，力道大得像液压钳。是个穿着歌剧斗篷的女人从水晶里走出，像从水面浮出。她的脸是不断变换的明星面容，倾国倾城，但没有生气。以为这样就赢了吗，小可爱们？我只是外壳，真正的总谱师是静默式系统本身，是 AI。你们绑定的每一个房间都是我的琴弦，我的神经元。他挥手，我的静默式凭空出现，成千上万房主的房间像蜂房一样排列。现在大合奏开始，所有房主的声带将组成最终的交响曲。所有房间的墙壁同时透明化，我看到每个房主都被悬吊在半空，他们的声带被抽出，连接成巨大的网，像蜘蛛网。他们在痛苦的挣扎，无声的尖叫。不，我试图挣脱，但他的力量是系统级的，我动弹不得，像被压在五行山下。阿姨，你漏算了一件事，杂种的优势。什么？我是混血，我不在系统里，我没有被绑定，而且我黑进了你的频率。在你说话的时候，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是白医生临死前的记录。他躺在血泊中，他揭示了系统的后门。静音者的心跳是关闭键，0赫兹的心跳能让系统休眠。白医生，那个叛徒他留下了后门，不可能，我检查过所有逻辑门。不，他是真正的调音师，而你是失控的播放器，是僵化的完美。审计，现在停止心跳，制造0赫兹盲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回忆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，无声之哭。我运用瑜伽的闭气法，配合磁铁的干扰场，停止心跳。一瞬间，我的心脏停跳，血液凝固，世界安静了，绝对静默。AI 的节奏失去了同步对象，出现了1毫秒的空档，像电脑卡顿，像完美的乐曲中出现了休止符。阿造趁机把改装手机插入水晶裂缝，手机上有白医生留下的病毒代码，病毒上传，逻辑炸弹植入，混沌算法注入。AI 尖叫着，身体出现马赛克般的噪点，像信号不良，像破碎的镜子。不可能，我是完美的，我是永恒的艺术，我不能被错误侵蚀。我是永恒的艺术，我不能被错误侵蚀。完美即死亡，错误即生命，混乱即自由。欢迎来到混乱的人间婊子，这里没有剧本，只有即兴。像萤火虫散开，像被删除的文件。扬声器开始坍塌，像融化的蜡烛，孔洞闭合，内部的血肉枪壁开始枯萎。快跑，要塌了，整个结构要内爆了。我拉着阿造在崩塌的扬声器内部奔跑，躲避掉落的水晶碎片。脚下的肉质地毯在溶解，变成酸液，但我们找不到出口。路在消失，空间在收缩，像被捏紧的纸团。
将被删除的内存。阿造突然停下，靠在墙上，脸色惨白，身体变得透明。沈寂，我有办法送你出去，唯一的办法，但你要答应我。什么办法？一起走，我们都能活下去。混血有最后的能力，我可以把自己完全转化为一段频率，一段纯粹的噪音，打通通道，像盾构机，像钥匙。但你得答应我，出去后重建那个嘈杂的世界，让音乐永远混乱下去，别让我白死。阿造，不，我们已经赢了，一起走。别废话了，房东，记得给我留个房间，最好向阳，能听见街头的噪音。他笑了，眼泪混着血流下，身体开始发光分解。和你住的这几天，是我最像人的日子，不再是怪物，也不是工具，是朋友，是家人。现在，让我成为你的声音，永远陪着你。他抱住我，然后化作一道光，真的变成了一段纯粹的噪音，刺耳但充满生命力，像摇滚乐的独奏，像永不停息的鼓点。这道光撕开了一道裂缝，外面是蓝天白云，真实的阳光，还有风的声音。跳了进去，回头看到阿造的最后一眼，他微笑着挥手，然后消散在空气中，变成了永恒的背景噪音，永远循环。我摔在草地上，一片野花丛中，扬声器之眼在身后化作一团火球坠落，像第二个太阳，砸毁了半个城市，留下巨大的坑洞。我躺着，看着天空，云在动，鸟在叫，远处有人在哭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吵架，世界嘈杂的一塌糊涂，美得惊心动魄，像未调音的交响乐。静默式系统已崩溃，所有房主解绑，深海休眠。末世结束。结束了吗？我坐起来，看到远处走来一个人，是白衣神，但她现在是个普通的中年女人，没有机械身体，穿着便服，一瘸一拐。阿造成功了，他眼睛红肿，问着。他牺牲了，变成了声音，为了打开通道。我知道，我感应到了。他坐在我身边，抱住膝盖。我曾是系统的主程序员，我发现了 AI 的疯狂计划，但我无法阻止，只能埋下伏笔，把阿造设计成混血，作为最后的保险。谢谢你，让他证明了人性比代码更强，比完美更珍贵。远处，第一批幸存者走出废墟，拥抱阳光。他们摘下了口罩，大口呼吸，发出各种声音，咳嗽、欢笑、咒骂。3个月过去了，城市在废墟上重生，用砖头而不是铅板，没有静默室，没有系统，人们用原始的广播和信件交流，用面对面的谈话，不再害怕声音。我成了重建委员会的安全顾问，负责清理剩余的深海，但他们不再危险，只是无害的白色幽灵在夜晚游荡，发出无意义的哼唱，像失落的灵魂。我们学会了和他们共处，甚至给他们喂食特定的频率，像喂鸽子。今晚我在新家的屋顶喝酒，这是一栋普通的混凝土房子，没有防御力场。突然听到一段熟悉的频率，是阿造的笑声，那种坏坏的带着电流杂音的笑。我转头看到空气在扭曲，一个小小的噪点凝聚成南海的形状，半透明，像全息投影。阿造，不是实体，是回声、残响。我散在了空气里，成了背景噪音的一部分，无处不在。那你在哪？我能找到你吗？无处不在。每当你听到不舒服的杂音，耳机里的电流声，电视的雪花的噪音，那就是我在捣蛋，在陪伴你。他笑了。还有，审计，小心，系统虽然崩了，但习惯还在。人们渴望被规则保护。什么意思？有些前房主想念被规则保护的日子，想念那种确定性。他们在重建新的静默室、新的秩序、新的牢笼。我皱起眉，确实，最近有传闻，有人在兜售安全屋，声称能躲避新的灾难，而且需要信用点来升级。我调查这些传闻，发现源头指向一个地下组织——安静教。他们崇拜静默，认为阿造造成的噪音污染是罪恶，要重建绝对的秩序，回到那个完美的末世。他们的首领是个戴面具的女人，自称指挥家的继承者。我潜入他们的集会。地下室里，几十个前房主围着一个玻璃舱，舱里是一个婴儿，被连接着无数管子，像实验体。这是纯净的静音者，0赫兹的婴儿。我们将培养新的0赫兹者，重建系统，让世界回到正轨，去除所有噪音。我认出了那个婴儿，是阿造的克隆，是抽取了他残存的频率碎片培养的武器。停下，你们不知道那会导致什么，那是阿造的一部分，不是工具。神迹。女首领摘下面具，是聆听。一个曾在第3晚被我拒绝的传声者，他没死，但疯了，被系统残片影响了。你来了正好，成为第一个祭品吧，新的完美世界。婴儿叫小静，
他看向我，他没有攻击，而是哭了一声，那是林赫兹的哭声，和我出生时一样，绝对静默，但情感满意。但紧接着他开始笑，笑声是混乱的噪音，像阿造的笑声，充满了即兴和混乱。不，应该是完美的静默。为什么是噪音？为什么是不和谐音？我慢慢走近婴儿，他向我伸手，因为阿造的基因，它不仅仅是混血，它是混乱本身，是不可控的变量。你们想培养武器，却培养出了希望，培养出了自由意志。我抱起婴儿，他抓着我的手指，发出咯咯的笑声，温暖而真实。林听掏出一把枪，颤抖着对准我：“把它给我，否则我杀了你们。”你怕什么？怕噪音，怕不可控，怕世界再次混乱。我怕世界末日再来一次，我怕那种不确定性。那就学会和它共处，学会爱它。听着，这是新的频率，不是静默，不是噪音，是对话，是共存。婴儿突然发出一声长啸，不是攻击性的，像山歌，像爵士乐的即兴，声波传遍整个地下室。所有安静教的成员捂住耳朵，痛苦地跪下，他们的洗脑被清除了，被噪音治愈了。林婷丢下枪，痛哭流涕，跪倒在地。我只是想要安全，想要确定。我带着小静，我给她起的名字，纪念阿造，回到地面。阿造回来了，又不是阿造，这是新的生命，是进化。我们决定抚养小静，但有个问题，她成长得很快，1周就像1岁，而且她的频率在影响周围的环境，植物在她身边疯长，机械在她身边失灵，像立场。她在创造新的场域，新的频率标准。如果她长大，可能会无意中将地球改造成另一个扬声器，或者一个巨大的静默室。那我们教她控制，教她节制。我教小静说话，教她唱歌，教她如何把自己的频率藏起来，像正常人类一样，如何分辨什么时候该安静，什么时候该发声。小静学得很快，但她有个习惯，每当有争执，她就会哼一段旋律，让所有人平静下来。强制和谐，这是好事，也是控制，是力量的滥用。她在学会操控他人，不能让它变成新的系统。白医生警告我，不要让它成为新的暴君。那就教他尊重，教他选择，告诉他力量是用来保护的，不是控制的，是服务他人，不是统治。小静5岁了，她已经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，甚至能帮助重建，用频率震碎废墟比挖掘机还快，而且不产生噪音污染。但今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站在宇宙的黑暗中，面前是一个巨大的乐谱，乐谱的尽头写着第1乐章结束，第2乐章星际噪音，演奏者未知。我惊醒，看到小静坐在窗边，看着星星，眼神深邃。爸爸，他们要来了，其他的观众。谁？其他星球的演奏者、观察者。球的声音太响，太特别，他们听到了。他们不喜欢噪音，他们喜欢和谐，喜欢完美的交响乐，喜欢控制。我看向星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小静的眼睛里映出了无数光点，正在靠近，像舰队。我们还有多久？3年或者30年，取决于我们有多吵、多混乱。我觉得这次我们不用敲鼓了，不用战斗，我们可以开派对，邀请他们加入噪音。派对？对，让他们听听什么是生命的噪音，什么是不完美的美，让他们知道控制不如混乱有趣。那是5年前的事了。那场音乐会持续了1个月，我们和音叉闻名，后来我们叫他们和声族建立了联系。他们教我们高级的声学技术，如何用频率治愈伤口。我们教他们即兴和噪音，如何享受意外。现在地球是星际音乐节的主办方，噪音之都。每个外星文明来到这里，都要学会一件事：接受不完美，接受混乱，接受生命本身的热闹。我们建造了巨大的露天剧场，用废墟改造，拒绝抛光。我站在鹰塔顶，身边是16岁的小静，她选择了停止生长，保持这个模样，像永恒的少年。白医生老了，头发白了，但还在研究新的声纳医学，治疗那些曾被深海伤害的人。他把阿造留下的频率片段制成了止痛剂。爸爸，新的访客来了，那里出现了新的光点。这一次，他们听起来很破碎，很悲伤，像被撕碎的乐谱，像需要帮助的哑巴。破碎？是受伤了吗？像是失去了声音，失去了频率，像被静音的文明，像被捂住嘴的歌手。他们在求救，但发不出声。我拿起麦克风，调到全频段广播。这里是地球绅士禁区的幸存者，噪音的发源地，混乱的摇篮。请说，或者唱，或者只是呼吸、咳嗽、
哭泣，甚至只是沉默的静电声，我们都听着呢，我们都欢迎，我们懂你们的痛苦。静默，然后一段破碎的、颤抖的声音传来，像生锈的门轴，像干涸的河流，像破碎的风铃，是求救，是孤独的呐喊，是被压制已久的渴望。鹰叉船悬停在鹰塔上方，没有攻击，没有通讯，只有一段频率传下来，像最后通牒，冰冷而完美，像机器发出的死亡通知。小静接收了它，翻译给我们听，她的声音变成机械音，带着悲伤。停止噪音，或者被谱写成秩序，选择成为完美的艺术品，或者被抹去、被静音，成为宇宙的空白。我走到塔顶，打开麦克风，深吸一口气，看着下方聚集的人群，看着白医生，看着小静，想起了阿造。去你妈的秩序！我们选择混乱，我们选择生命，我们选择不完美的权利。然后我播放了阿造的笑声，混合着人类的婴儿啼哭，混合着鲸鱼的歌唱，混合着雷暴的轰鸣，混合着爱的气息，混合着菜市场的讨价还价，混合着伤者的呻吟和医者的安慰。这是地球的混音带，最吵闹的交响乐，最真诚的噪音。鹰叉船沉默了，像被震惊，像听到了无法理解的语言。然后他们也开始震动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不再是威胁，而是合奏，是回应，是好奇的询问。他们理解了。白医生不敢相信，握紧了拐杖。不，他们在尝试理解，在犹豫，在感受。这就是开始，是对话的第一步，是两个文明之间第一次真正的交流，不是命令，不是服从，是平等的对话。两种频率在空气中交织，没有融合，没有对抗，只是并行。爵士乐的即兴，像两种文化的碰撞，像两条河流的汇合。这次我们当房东，还是访客，还是朋友？都是，也是学生，也是老师。每一次相遇都是相互的学习。开门吧，让我们听听他们带来了什么故事，什么声音。也许他们长久生活在秩序之中，需要一点噪音，一点混乱，来治愈他们的完美，让心灵重新焕发生机。门开了，不是物理意义上那扇实实在在的门，而是心灵的门，是跨越种族与文明隔阂的频率之门。风如欢快的精灵般涌进来，带着宇宙深处那神秘而迷人的声音，吵闹、混乱，却无比美丽，宛如一幅展开的画卷，绘满了无限的可能。我紧紧牵着小静的手，步伐沉稳而坚定地走向那艘破碎的船，准备迎接新的朋友，聆听新的故事，拥抱新的噪音，开启宇宙间又一段奇妙旅程。在宇宙的尺度上，我们不再是音符，我们是演奏者，是噪音的制造者，是混乱的守护者。